美国财政部长耶伦20号就中美经济关系发表讲话。在当前中美关系对抗态势加剧和关系恶化之际，耶伦明确表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应当建立必要的经济关系。耶伦相关言论释放什么信号？美国一面强调对与中国脱钩不感兴趣，另一面却继续对华挥起贸易制裁大棒。白宫将在本月底出台史无前例的对华投资限制规则。当地时间20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关系学院就中美经济关系发表讲话。在这场长约40分钟的演讲中，耶伦首先直截了当地评价了当前中美关系。Our relationship is clearly at a tense moment. My goal is to be clear and honest, to cut through the noise and speak to this essential relationship.Based on sober realities. 耶伦称，中美之间建立的经济关系应当是建设性和公平的。他同时承认，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一定与美国的经济领导地位不相容，因而美国做出任何与中国脱钩的努力都将是灾难性的。Some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 zero-sum bilateral contest where one must fall for the other to rise. President Biden and I don't see it that way.We do not seek to decouple our economy from China's. A full separation of our economies would be disastrous for both countries. It would be destabilizing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耶伦还针对全球问题呼吁，美中两国有必要坦诚讨论棘手问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共同努力，包括帮助面临债务问题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The U.S. and China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It's important that we make progress on global issues, regardless of our other disagreements. That is what the world needs from its two largest economies. 深圳卫视注意到，耶伦的上述言论被多家主流外媒认为是向中国释放善意。美国《纽约时报》称，此次讲话是拜登政府官员对华立场最全面的表述之一。连月来，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但作为美国主管财经领域的高官，耶伦的演讲与拜登政府其他官员的表态相比，内容更加务实，基调也更为缓和，对中美关系表现出明显的积极态度。英国《金融时报》则认为，耶伦的讲话应该被解读为向北京抛出橄榄枝，因为他展现出希望与中国同行进行实质性对话的意愿。耶伦被外界认为是拜登政府仅存的对华鸽派，一直对与中国对话持积极态度。在中美举行首脑会谈的2022年11月，耶伦在巴厘岛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会面，并交换了意见。2023年1月，他在访问非洲途中绕道瑞士，与时任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了会谈。耶伦在苏黎世承诺加强沟通，以避免更严重的对抗。此外，耶伦还曾多次表达访华意愿。彭博社认为，耶伦此次发表上任以来涉及面最广的一次演说，正是为访华铺路。实际上，耶伦此番选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作为发表演说的地点也别有深意。他在演说一开头就说明了此地与中国的紧密连结。This institution has one of the oldest and most extensive China studies programs in the country. In 1979, the United States established ful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just 2 years after, your university leaders had their own talks with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The resul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pkins Nanjing Center in 1986, one of the first Western academic programs in modern China. This collaboration has been tested by the realities and complexities of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观察指出，耶伦向中国抛出橄榄枝，与其努力想要解决美国面临的经济困境不无关系。由于美国不断发行国债，当前美政府的债务规模飙升至法定限额31.4万亿美元。耶伦此前制定了相关举措，以允许联邦政府在今年6月左右支付账单。在此之前，立法者必须同意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以便政府承担新的债务并履行责任。而民主共和两党在应对方案上存在巨大分歧，恶性博弈导致谈判可能会被拖延到最后一刻。美国债务危机近在咫尺，而美国看中了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希望能够让中国增持美国国债，以让美元回流到美国，从而可以解决美国资金不足的困境。
不过，外界同时也注意到，耶伦演说的大部分内容仍延续拜登政府的对华论调，宣称在美国对华关系中，国家安全将是首位，即使这会减缓经济增长。耶伦还辩称，美方针对中方的所谓国家安全措施，并非旨在扼杀中国经济和获取竞争优势。拜登政府不寻求赢者通吃的竞争。Driven by straightforward national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and we will not compromise on these concerns, even when they force trade-offs with our economic interests. We have a broad suite of tools to achieve this aim. When necessary, we will take narrowly targeted actions.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张腾军向深圳卫视分析，耶伦的相关言论显示，拜登政府已经将中美经贸关系高度安全化和政治化，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现在讲国家安全比经济利益更重要，当然了，你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讲，这个话没错。但是呢，从中美两国经贸给两国关系、给两国人民所带来的普遍利益来讲，这句话显然是摆在一个不正确的一个位置上的。它至少忽视了中美经贸关系从本质上来讲是互利共赢的，而不是所谓的国家安全的这个工具，或者说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挑战。一段时间以来，在对华经贸方面，拜登政府呈现出一种精分的状态。除了耶伦此次的矛盾表态之外，美国贸易代表戴奇20号在东京都内举行记者会时也表示，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程度达到了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程度，目前在供应链等方面存在问题。但他同时称，中国是非常重要的贸易对象国，暗示不应与中国脱钩。实际上，美国依然准备针对中国关键领域采取行动。4月18号，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称，白宫将在本月底出台史无前例的对华投资限制规则，以遏制中国技术和军事崛起。拜登政府最近已经开始向有关行业团体介绍该行政令的大致内容，估计涵盖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严正指出，美方惯于打着国家安全幌子，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大搞小院高墙，强推脱钩断链。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美方的真实目的是剥夺中国发展权利，维护一己霸权私利，是赤裸裸的经济胁迫和科技霸凌。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坚决维护自身权益。张腾军分析认为，从目前的大趋势来看，拜登政府未来在经贸领域仍是延续他过去2年来的思路，即继续在高科技领域卡中国的脖子，使中方在高新技术产业难以对美国相关产业构成竞争力。因此，对中方而言，一方面要认清现实，中美经贸关系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震荡漂流的阶段。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两国经贸关系本身的底蕴和内生动力仍在。数据显示，中美两国去年的贸易额再创新高，达到6900亿美元，其中美国自中国进口总额为5388亿美元，中国自美国进口1538亿美元，美国对华贸易顺差仍在持续。所以，尽管拜登政府持续的对华打压，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此要放弃对美的经贸的正常往来。实际上是两国基于一个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一种长期的经贸往来，而这种往来对国际社会而言也是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从21号开始一连3天访问菲律宾。近期，菲律宾的军事外交出现一些消极动向。美菲继2+2会谈后，又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为30年来最大规模。菲律宾还将向美军增加开放4个军事基地，其中3个位于台海当面。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这个时候，菲律宾方面主动邀请中国外长访问，有何用意？来看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1号宣布，应菲律宾外长马纳罗邀请，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将于4月21号至23号访问菲律宾。汪文斌介绍，此访是秦刚国委员兼外长首次访问菲律宾。访问期间，秦刚国委员兼外长将拜会马克思总统等菲方领导人和政要，同马纳罗外长举行会谈。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菲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妥处分歧，深化合作，共同落实好今年1月马克思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携手维护中菲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势头。
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外交部在3天前，也就是18号就宣布了秦刚将到访马尼拉的消息。观察指出，这显示出菲方希望与中方进行接触的迫切心情。香港南华早报认为，中菲关系是受中美关系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在美方印太战略压力下，菲方态度出现摇摆。受聘于一家菲律宾智库机构的地缘政治分析师吉尔表示，中菲外长此次会面将寻求建立起一个更易于管理的双边关系。据菲律宾外交部透露，中菲两国外长将就包括南海在内相互关注的区域安全议题，以及农业、贸易、能源和基础设施等事宜进行讨论。外界认为，虽然安全只是菲方这次提出的中菲外长将讨论的两国关系5大议题之一，但结合美国想借菲律宾搅浑南海局势的军事、外交攻势来看，南海安定是外界最为关注的议题。虽然双方都认为南海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但显然是当前影响双边关系的重点议题。尤其近期以来，我觉得一系列这个南海问题的这个摩擦之后，我觉得实际上是稳定南海问题是首当其冲的。那么第二点，我观察到是台海问题。那么因为在这个美菲2+2会谈的联合声明当中谈到了台海问题，这个我觉得是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触及了中非关系的底线之一，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包括在地区安全事务当中。第三个可能会谈到就是这个美菲军事基地，那么究竟对整个地区安全形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可能菲律宾方面会做一些更多的澄清。近期出现的危险苗头之一是菲方纵容美方将台海局势延伸至南海。4月初，菲律宾向美军新增开放4个军事基地，至此美军可以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达到9个。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次新增开放的3个军事基地位于吕宋岛北部，朝向台湾，其中卡米洛奥西亚斯海军基地距离台湾岛仅400公里。外界认为，这是为美军提供了靠近中国的集结点。中国外交部12号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再次提醒有关地区国家，一味迎合域外势力不仅无法维护自身安全，反而将加剧局势紧张，危害地区和平稳定，也必将殃及自身。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安多隆回应表示，该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也支持东盟不干涉地区问题原则。近期，菲律宾政府配合美国印太战略武装化，受到菲律宾国内舆论的质疑，认为过度迎合美国不符合菲律宾的国家利益。外界注意到，在宣布邀请中国外长访问马尼拉之后，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19号强调，菲律宾不会允许美国在菲律宾军事基地存放被用于涉及台海军事行动的武器，也不会允许美军舰机在非基地补充燃料、维修或重新装备。这被视为菲律宾试图在中美2个大国之间取得平衡。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根据协议，美国可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进行联合训练、预先部署设备、建造设施，但不可长期驻军。菲律宾总统马克思4月10号保证，美国可使用的菲律宾军事基地不会被用于发动进攻。华盛顿的防务安排旨在加强菲律宾的防御，但也有观察指出，由于美菲军事能力极度失衡，一旦美军进入菲军基地，恐怕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美国有很多这个同盟体系，但对于军事基地的一些使用方面，实际上当地的这个东道国，它在各种条件方面，它还是有一些自主权的。所以我是觉得它这个表态呢，我觉得还是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但是也不排除未来当地区形势出现一些突变的时候，那么它仍然会出现一些逆转。11号开始，美菲肩并肩军演将连续18天在菲律宾全境举行，这是3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演习科目包括海上安全、2栖任务、实弹射击、网络安全、反恐行动等。值得注意的是，美军这次引入了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并与菲军首次举行联合海上实弹演习，而且美军出动规模达到菲方的2倍多。美军调动部队12400人，而菲律宾才出动5400余人。此外，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上百名军事观察员。分析指出，美菲肩并肩演习属于例行性演习，但过去由于两军实力差距过大，美军一般是到菲律宾境内进行作秀式演习，实战科目很少。而这次美军却主动带来了爱国者和海马斯等援助乌克兰军队的重要设备，对抗意味十足。而且美军的人数压倒性超过菲军，对参演的菲律宾指战体系形成压迫态势，明显是到非本土秀肌肉。肩并肩演习成为美方加速推进一体化威慑战略、威胁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工具。
美国还持续对菲律宾展开外交攻势。白宫20号表示，总统拜登将于5月1号在白宫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会面，并举行双边会谈。声明称，拜登将重申美国对菲律宾防务的坚定承诺。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加强美菲长期同盟关系的努力，审视深化经济合作和促进繁荣的机会，还将讨论地区事务等。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那您认为秦刚为什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访问菲律宾呢？确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美两国在争取菲律宾上进行了一系列紧张而激烈的博弈战。中方不仅派出外长秦刚访菲，而且不久前还邀请马克思总统访华。而美方在美菲关系上，尤其是在美菲军事关系上，更是下了血本，不仅进一步密切了美菲军事同盟关系，而且砸重金在菲律宾多建了4个军事基地。为什么中美两国不约而同的如此重视菲律宾？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美两国围绕着台海局势而展开的威慑与反威慑、包围与反包围战略的一部分。这些年来，中方绕台军演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针对台独势力，而在台湾外围构建一个流动性的正式包围圈，以达到既封锁台独又阻止境外势力援助的目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美方其实也没闲着，他们试图在中方正式包围圈的基础之上，企图围绕着台海局势构建一个范围更大且永久性的包围圈。这个大包围圈的南面是美军驻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东南面这是美军驻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东北面是美国驻日本与韩国的军事基地，西面这是美军在新加坡的军事基地。而且在我看来，在美国围绕着台湾而构建的大包围圈当中，菲律宾的战略地位不亚于日本。日本控制了解放军向东通往太平洋的出口，菲律宾则控制了解放军从巴士海峡通往台湾东部外海的出口。因此，假如搞定了早前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左右摇摆的菲律宾，那美国针对台湾而构建的大包围圈也就成型了。那您认为，在中美争夺菲律宾方面，中方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反制呢？我认为中方可以采取的手段有3个。第一个是要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中菲南海主权争议。大家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虽然美菲关系，尤其是美菲军事关系，的确是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进展，但是美国拉拢菲律宾的手段其实既不新鲜也不高明，采用的仍然是进一步挑起中菲南海主权之争的手段，以帮助菲律宾争夺南海主权的名义，扩大了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并最终完成了拜登政府围绕着台湾而构建的大包围圈的最后一块拼图。因此，南海局势跟台海局势其实是联动的。中国要防止美国进一步利用南海问题来离间中菲关系，必须要尽快完成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谈判工作，以从根子上解决南海主权纷争问题。第二便是晓之以利，利益的利，也就是要进一步加大中菲在经贸上的合作，包括尽快启动中菲在南海资源上的共同开采，以共同的利益来拴住中菲关系。第三还是要晓之以利，这个利这是利害的利，光有利益纽带还不够，还得要讲明其中的利害关系。中国要明确告诉菲律宾，美国进一步密切美菲军事同盟，增加美军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其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帮助菲律宾争夺南海主权，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为了在台湾外围构建一个大的军事包围圈，以便从菲律宾方向军事介入台海战争。那么根据相关国际法，将来一旦这种情况出现了，那就意味着菲律宾已经自动参与到了台海战争当中。那么这里面的后果究竟是什么？菲律宾一定要事先考虑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在秦刚抵达菲律宾前夕，迫于中方的压力，菲律宾外长马纳罗已经表示，不会允许美军利用驻菲军事基地介入台海战争。这虽然是一个积极的进展，但是中方还是要进一步提醒菲律宾，未来一旦台海战争爆发，美军是否利用驻菲军事基地介入台海战争，就不是由菲律宾说了算的，
而是由美国说了算的。因此菲律宾还是要进一步掂量其中的后果。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为确立自身在芯片领域的霸权地位，去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芯片法案，试图推动芯片制造业回流，并向芯片企业提供超500亿美元的行业补贴，邀请他们在美国建厂。但美国政府暗藏毒丸条款，甚至要求接受补贴的企业给美国政府分红。为了审计，还要获取企业的经营数据等商业机密，这让包括台积电在内的一众企业炸了锅。面对美国芯片补贴陷阱的敲骨吸髓，台积电何去何从？来看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19号报道称，基于美国的芯片法案，台积电料将从美国政府获得70亿至80亿美元的税收抵免。此外，台积电也考虑为亚利桑那州的2座工厂申请大约60亿至70亿美元的补贴，由此使其获得的美国政府支持总额约为150亿美元。此前有消息称，台积电在美新增投资将为400亿美元左右，而台积电愿意扩大投资，实际上是获得了美方口头的补贴承诺。但美方最近才公布的补贴规则让台积电大感意外。首先，美国政府要求广泛获取台积电的会计账目和运营情况，这些都是企业运营的商业机密，一旦外泄，将大大打击台积电的溢价和竞争能力。但美国商务部对此态度强硬，声称要对美国纳税人的资金负责，并警告称，如拒不提供这些信息，将收回拨出的资金。此外，台积电还要向美国分享利润，并要求获得的补贴资金必须在美国花费，必须使用美国的建筑材料和可再生能源等。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在近期岛内的一场会议上表示，对美方附加额外条件表示抗议。去年8月9号，美国总统拜登将规模2800亿美元的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签署成法，其中包含对芯片产业527亿美元的补贴资金，但相关补贴的细则直到半年后的今年3月底才公布。当时有美国媒体就指出，这些新规则冗长繁杂，事无巨细，还包含很多令企业难以接受的毒丸条款，例如要求接受美国补贴的企业不得在第三国新增新技术投资。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7号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明确强调，申请了美国芯片补助就不能在中国扩产先进制成芯片，这让韩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等公司大感不满。三星直言，这些条款简直荒唐。我觉得台积电事实上是应该要硬起来啊，既然已经顺了美国的意到美国投资了，那还要被美国处处牵制哈，那台积电的话等于就是说自毁长城了。那他既然已经都去了美国了，那他应该在美国的权益就在美国的政治体系里面去争取嘛。台积电不能让，那应该要硬起来跟美国政府来交涉了。美方宣称，上世纪末曾达到全球芯片市场份额37%的美国本土芯片产业，如今只占全球市场的12%。拜登政府推出的芯片法案，意图以补贴方式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从而让美国夺回全球半导体产业的主导权。具体来说，首先就是要强拉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先进企业赴美建厂。分析指出，美方这次不惜得罪已经赴美建厂的企业，其重要原因是通过补贴来获取这些企业的商业机密，从订单等信息中对中国大陆芯片需求等进行情报化处理，为向中国半导体产业发起下一步的精准打压提供决策依据，实际上就是绑架这些企业为虎作伥。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原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受邀在第21届兰丁论坛的中国新发展世界新机遇分论坛上发言。马丁·雅克指出，西方的现代化是将世界分隔开，而中国是向世界开放机会。会后，马丁·雅克接受了深圳卫视特派记者王贝妮的专访，解码中国式现代化产生的国际影响。By the time, by the time 1900 arrives, China is very weakened, and the West is very, very strong, much stronger. I mean, they're in totally different worlds. So why? Because basically, the West managed to to modernize, and China failed to modernize. So the great question that posed itself for China was how to modernize, but it greatly accelerated after 1978 and the reform period, and the period since then has seen this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position because of successful modernization.
So modernization has been this central issue around domina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inally China's found a way to modernize, and of course now is steadily showing leadership in the world.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发展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对于中共20大报告中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格外关注。在他看来，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一道桥梁。I think there's a very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So it's not an insular process. Potentially, it's got enormous externalities, and of course, we saw this with what's happened to China. That modernization, successful modernization, led to a huge globalization, actually, of the Chinese economy, especially after joining the WTO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So now China has got huge global impact. I mean, it's the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of about 14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it exports many things. It's growing financial power and so on.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马丁·雅克观察到，从亚非拉到欧洲，10年来，一带一路给世界带来的变化非常显著。I think it's an open-ended project. I think it's a very, very interesting project because there was no blueprint, there was no plan. It was a process, and of course, the take-up has been really impressive. I think there are now 15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at have got agreements under Belt and Road, and I think it's brought these countries together. It's, of course, increased China's respect for China as well, and it's created new kind of connections in other areas as well. And therefore, it's a signal of what a future global order might look like. That is, China, developing world. 在采访中，马丁·雅克表达了对某些国家掀起的逆全球化感到担忧，认为这将侵蚀人类的发展成果。他还直言，美国利用所谓民主的幌子打压别国经济，是对民主精神的背离。I think this is a very sad development, and because of China's success, America became more and more worried about China because it saw it as a threat to its global position. And I think that part of this response has been to try and reverse various elements of globalization by a process of, if you like, containment of China. Now, the most obvious example of this is the chip industry, because in key areas of chip production, America is relatively weak. But certainly in the sort of software creative side of it, America is relatively strong, and it's got, of course, allies in the key ones are in this context Taiwan, South Korea, and the Netherlands, who have bowed to American pressure to exclude China from any of their products. 在谈到沙伊北京和谈之后，全球多地出现和解的风潮。马丁·雅克表示，中国的外交斡旋简直是一个奇迹。中国总是促进和平，这也是为全球经济注入稳定性，是负责任的大国该做的事情。That was a very important moment. We don't know what the ramifications are going to be at the moment, but it sent a message to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every trouble spot in the world that it was possible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most irresolvable problems that are going on for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Well, I think took the world by surprise. I noted that there were very few Western voices even expressing criticism of the deal. How could they? I mean, everyone thought it was an impossible thing to achieve, and it was achieved by China. So I think this gives hope, and I think it immediately puts China in a different position. I think China suddenly emerged as a major diplomatic power in its own right, acting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world. That was a very important moment. 号称人类最大运载火箭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超重型火箭于美国中部时间20号进行首次无人发射。
但星舰成功点火升空几分钟后，在半空中爆炸。公司方面宣布，是在发现故障后，由发射团队将其人为引爆。公司 CEO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发文，对星舰进行了激动人心的测试发射表示祝贺。对于星舰的这次飞行，马斯克多次主动降低预期。他曾表示，有无数种失败的可能性，成功与否的概率就像抛硬币，有大概50%的几率会在发射时爆炸，只要不把发射台炸毁就行。发射时间原定于当地时间8点半左右，当时火箭一度开始加注推进剂做发射准备，但在倒计时21秒左右，发射被紧急叫停。就在大家担心发射会被再次取消之时，几分钟后倒计时重新开启，在一片欢呼声中，星舰在发射台翻涌的白烟中缓缓探出头，顺利起飞。之后，星舰不断加速，时速从100多公里每小时一路飙升至超过2100公里每小时，高度一路冲破3万千米。从星舰上配备的摄像头向下望去，已经能看到地球的轮廓。但观众也能从直播画面中看到一些不太好的迹象。超重型1级火箭的33台猛禽发动机中有4个在飞行初期就开始发生故障，大约2分钟后，更多引擎发生故障。而当火箭到达接近40公里的最高高度时，多达8台发动机已经熄火。发动机故障引发控制问题。当星际飞船的上级本应与火箭第1级分离时，液压系统失效，星舰的飞行姿态失控，开始翻转，紧接着下落。最后，在正式发射后的第4分钟，星舰在约3万米的高空爆炸。星舰装有33台猛禽发动机作为推进器，33台发动机带来了强大动力，有利于星舰系统着陆回收。但这么多发动机协同控制的难度也很大，而这次发射未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多台发动机未能成功点火。美国天体物理学家乔纳森·麦克道尔表示，星舰在爆炸前的最高飞行高度约为39公里，距离国际公认的太空边界卡门线，也就是外太空与地球大气层的界限的分界线100公里还很远。但对于这次失败的结果，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团队上下还是欢欣鼓舞。相比此前的几次原型机测试，此次星舰的飞行高度也刷新了纪录。但跟激动的员工相比，镜头切到马斯克时，他的表情仍然有些耐人寻味。随后，马斯克在推特发文开玩笑称，也许是升空测试不够刺激，星舰在分离之前经历了一次意外快速解体。纽约时报表示，意外快速解体是航天术语及爆炸的意思。马斯克还表示，将从中吸取教训，为接下来几个月的试飞做准备。实际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还有3艘建造好的星舰。像这种超重型的，对这种相对比较远的太空区域进行探索的这种飞行器呢，实际上它的失败也好，或者说成功也好呢，都是非常之有价值的。正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星舰是该公司设计制造的下一代重型火箭系统，由1级助推器、超重和顶端的星舰2部分组成。该系统总高达120米，直径9米，重量为500万公斤，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火箭。然而，星舰最受人关注的是它的低廉成本。马斯克曾宣布，星舰的飞行成本比大多数火箭便宜200倍，单次发射成本仅约200万美元，也让每公斤有效载荷发射入轨成本能够低至10美元。但截至目前，星舰的研发成本已经超过50亿美元，